黄金下跌了11%，美股回撤5%。政府开门之后呢，市场居然还继续下跌。那如果说你持有黄金或者美股的话，接下来我说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的一些投资决策。那市场正在经历一个比较大的转折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。这次的下跌真的是坏事吗？还是说这个答案根本不在涨跌里，而是在钱发生了什么变化？那今天呢，我会从2个维度带大家看清楚。第一呢，短期市场为什么不按照剧本走？第二呢，就是中期，明年2026年可以确定的3个趋势是什么？看完呢，你就会比较清楚，在目前这些波动市场当中，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这个频道呢专注于帮你更好的理解市场、规划资产。视频内容仅供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先说短期政府都开门了，为什么市场还在跌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这个市场它不是水龙头开了水就立即流出来了。这次下跌呢，它不是经济崩了，也不是说公司业绩出问题，而是这个钱呢暂时卡住了。政府关门之后呢，财政支出就停了，原本该发的工资、合同款都出不去。投资机构一看呢，形势不稳，马上就收回了现金，结果整个市场呢就短暂性的缺钱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美股跌，黄金跌，连国债都跌。这个也不是基本面出什么问题，而是流动性出了问题，这个钱呢流不动了。到了11月13日，政府重新开门之后，按理说这个水管通了，钱该回来了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周四这个市场继续下跌，到周五才开始反弹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呢，就是市场它需要时间来消化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一夜之间全部解决的。我接下来会从技术面、基本面和情绪面帮大家分析一下。我们来看标普500的日线图它在50日均线这边止跌了，出现了2次的回踩，在6600这个位置。4小时线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，其实它在小时级别走了一个 W 的底部，那只要它的收盘价没有跌破6600呢，短期的趋势呢就没有走坏，还算健康。再看黄金黄金其实更健康，它在11%的下跌之后呢，在4000点附近做了一个底部，周一的话有一个突破，周四周五回踩确认，这个其实是教科书级别的走势你看周五的话，它的收盘价在所有的均线上方，而且是在整理区域的上方，所以从技术面上来看呢，短期趋势没有走坏。回到基本面上面呢，政府呢它虽然开门了，但是有3个问题还是存在。第一个就是10月的经济数据缺失了，政府停摆期间呢，很多数据它都没有办法统计，现在基本上10月的数据就没了。市场上对于12月是否降息呢，现在还在存疑当中，这个数据不全，美联储也很难判断。这个就像开车，仪表盘坏了的话，就只能凭感觉，当然就会犹豫了。其次呢，是这个流动性的恢复，它需要时间。政府它虽然是开门了，但是表示这个钱可以马上就发出去，流动性能马上的恢复。说到流动性，美联储这边的逆回购池也快见底了。这什么意思美联储有个逆回购池，英文是 RRP， 这个它就像个蓄水池，用来回收市场上多余的钱。那过去2年呢，美联储它在搞量化紧缩，就不断的从这个池子里面抽钱。现在这个池子快空了，那这个池子空了意味着什么呢？它其实是一个信号表示流动性的拐点它快到了。当然了，市场肯定也存在情绪因素，现在已经是牛市第3年了，很多人手里有大量的获利盘，那投资人就会想，要不要先落袋为安？会不会牛市要结束了？这个就是人性，很正常而且到年底了，机构呢就是要在考虑要不要卖掉亏损的股来抵税，个人投资者呢也在考虑要不要年底调个仓，这些都会导致短期的一个卖压。所以你看，政府虽然开门了，但是市场还需要时间来消化情绪、技术面和各种的短期因素，不能指望说一个法案就让所有的情绪都归零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不会按照开门然后立即反弹这么简单的剧本走了。短期呢是有点乱，但是我们把时间拉长看，其实有几件事情呢是比较确定的。首先呢是美联储的政策转向，10月29号的时候，美联储又降息了 0.25%， 这个呢是今年第2次降息，9月份的时候它也降了1次。不过降息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次会上面呢，鲍威尔释放了个信号，说他们会很快结束量化紧缩。
那过去2年呢，美联储它是一直在收钱、加息、缩表，然后抽流动性啊，为的呢是压制通胀。之前我们提到的逆回购的资金池几乎是没钱了，也是因为美联储量化紧缩的原因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收钱的过程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意思呢就是它不再回收流动性了，甚至说准备要放水了。第二个比较确认性的信号呢，就是 M2 它在持续的上升。M2 其实就是代表市场上有多少钱。在疫情之后，美国这边大量放水之后呢， M2 其实有个大幅的上升。到了2022年，美联储开始量化紧缩了之后，那 M2 才会有所下降。但是2024年之后，它又开始重新的上升了。这个呢，也意味着市场上面的钱呢，它正在慢慢的变多。第三个比较能确认的当然是一些政策，比如说特朗普上台了之后，他推出一系列的刺激经济的政策。在加关税上面呢，它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本土产业；减税的话，其实是刺激企业和个人的一个消费，同时呢，增加了财政方面的支出，关于基建和国防方面的，同时把美国的债务上限又进一步放宽了。种种这些政策呢，从经济学的角度上面来看，都会增加市场上面的钱。这个降息加上结束量化紧缩，再加上 M2 的上升以及刺激经济的政策，所有的结合在一起，就得出一个结论：流动性重新开始变得宽松了。简单的说呢，是市场又要开始放水了。当然了，他们不会说真的去印钞票，但是效果其实也差不多了。这市场里面的钱呢，就会越来越多。那钱多了，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呢？首先肯定会对通胀有影响。那记得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是疯狂的发钱，结果通胀一下子飙到了9%。后来经过2年的加息紧缩，那通胀才压回了3%左右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水龙头又要打开了。目前已知的趋势下呢，钱是会变多了，那利率也会逐步的下降。关税的话，同时会推高商品的成本。财政呢，美国这边是继续的扩张，以及全球供应链仍然不太稳定。所有的这些呢，都使得通胀有上行的压力，只是幅度的不确定。其次呢，是资产价格会受到影响。黄金呢，因为它抗通胀的属性，所以说它是最先受益的。股市方面，那公司的盈利会受益。同时呢，资产的估值也会上升，现金是比较吃亏的，因为它的购买力会下降。但是刚刚说的这些呢，都是教科书上的逻辑。教科书跟我们说，钱多了，通胀会上升，资产价格也会上涨，理论上是这样子没有错啦。但市场呢，不是教科书，对吧？现实的世界呢，会被很多意外的因素影响。比如特朗普的推文，他一条推文，市场可能就瞬间波动5%。他说要加关税了，市场就跌；说谈判有进展了呢，市场就涨。你根本猜不到他什么时候发些什么。又比如说市场的情绪，市场呢，它从来不是单向的。最近就有人问我说，放水之后呢，会不会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样，涨个几年，然后一崩就跌个80%？还有人担心呢，黄金会不会涨个几年，然后也像之前一样，从高点一口气跌个40%，甚至于60%，然后一跌好几年。我觉得这些担心都很合理啊。那每一轮放水、复苏、过热、紧缩，都差不多是这个节奏，只不过每次的起点、终点和出发点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泡沫呢，它3年才破；有的时候市场还没有到顶，外部事件就提前打断了。那市场啊，它就不会按剧本走。所以回到长期的逻辑上来看呢，流动性现在是要回来了，通胀的压力呢就会有进一步的上升，那资产的总体是偏强的。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看短期路径的话呢，就会变得非常曲折，有的时候甚至是反向的。就像我们从旧金山开车去洛杉矶，方向没有错，是往南的，但是路上呢可能堵车、修路、绕路，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往北开一小段，但是总体方向不变，只要知道去哪里，就不会因为堵车就掉头回家了。投资也是一样的，那方向呢就是流动性变宽松，长期是对资产有利的，但是路上肯定会有很多的杂音，重要的是呢，我们能不能稳住，不要被情绪带着跑。最后呢，聊一下针对目前的这些状况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。我自己呢是做4个方向的准备，那给大家做个参考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了解现在的趋势，搞清楚钱往哪里流，谁在放水，谁在收紧。那目的呢是了解目前所属的经济周期，大方向先要知道，对吧？
其次呢，是做好面对波动的准备，这个在目前这个市场尤其重要啊。牛市的中后期呢，这个波动肯定会越来越大。那有时候拉低我们回报的呢，并不是这些波动本身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各种情绪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平静的面对这些波动的话，反而更容易找到好的机会。当然，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其实还挺难的。第三呢是多元的投资，就是再看好的资产也不要全部压上，没有人能够永远猜对嘛。这个多元投资呢，可以让某些资产它遇到大幅回撤的时候，我们整体的资金不至于受伤太深。同时呢，现在已经是牛市的中后段了，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控制一下杠杆。最后就是建立自己的配置逻辑啊，不是别人跟你说买什么卖什么，而是知道哪一笔钱为什么放在那边。这样子呢，等到市场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乱了。理财呢，其实不是预测的游戏，而是一场准备的过程。那今后的市场肯定会有涨有跌，但是方向它不会错。只要我们看得懂逻辑，稳住节奏的话，市场迟早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的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